印度尼西亚一直有一个大印尼主义的雄心，想吞并整个马来半岛，建立区域强权，却被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联手给粉碎了。印尼在二战后在东南亚一直是个重要的角色，虽然没有很富裕，但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注定在这区域有一定的话语权，也是唯一一个东南亚的 G20 成员。它在东南亚人口是最多的，超过日本，由3万个岛屿组成，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，横跨亚洲和大洋洲，别称千岛之国。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不在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，而是在东南亚的印尼。像这种等级的国家，自然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区域的普通国家，它当然也有自己的梦想，就像中国有中国梦，美国也有美国梦，印尼当然有自己的梦啦。他的梦是大印尼主义，即统一整个马来群岛，建立区域霸权。这里指的马来群岛或叫东印度，和我们的马来半岛是两回事。马来群岛是包括马来半岛在内，还有文莱、新加坡、婆罗洲、东帝汶、菲律宾等，由2万多个岛屿组成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。一旦成事，东南亚势必打破现在各国所处的均衡之势。大印尼帝国势必在亚洲占有一席之地，直接冲击东北亚的地位。现在生活在马来群岛的人口逾3亿，人口最密集的岛屿为爪哇岛，而印尼至今无法发展成为区域强权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领土很松散，比日本还要松散，由大大小小分布不均的岛屿组成，无法形成一个整合式的大陆供其发展。它最大的岛是加里曼丹岛，也就是婆罗洲，却被了一分为3，分别成为文莱和东马来西亚。造成加里曼丹岛一分为3的局面，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对东南亚势力划分的结果。1950年之前，该岛的南北分别是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。婆罗洲是亚洲第1大岛，世界排名第3，面积约有74万平方公里，比2个马来西亚的面积还要大。如果真的让印尼成功夺得整个婆罗洲、马来半岛和新加坡、菲律宾等，那他现在的实力肯定不会只是现在这般。所以英国人很聪明，他不想在区域内出现一个强权国家，可能威胁到他日后的利益，所以尽全力去分化他们。所以最后把北婆罗洲、新加坡、马来半岛合并成为马来西亚，而不是让给印尼，让他去实现他的大印尼主义梦想。那你或许会问，印尼有什么依据可以这么做？难道这些地方曾经是他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它确实有一定历史依据可以这么做，因为曾经这里出现过不少的强盛王朝，统治着大部分的马来群岛。在西方殖民者进入马来群岛之前，今天的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是被很多分散的小王国统治着，他们之间犬牙交错，在时间和空间上互相重叠，并没有清晰的分界。很多印尼人深信马来半岛在历史上曾经被印尼的王国所统治，比如曾经极盛一时的斯里佛士王国，或叫做三佛齐王国 （Samboja Kingdom） 和满者伯夷帝国。满者伯夷是印尼历史上最强大的王国，在14世纪，它的疆域西至苏门答腊，北至菲律宾，东至巴布亚新几内亚，几乎涵盖了整个马来群岛，极盛一时。在印尼第1任总统苏加诺的办公室，始终悬挂着满者伯夷帝国当年的版图，这显示了苏加诺的政治野心。这种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冲突。所以他们也曾经辉煌过，你就不要一直去看扁人家了。三佛齐王国也在唐朝和宋朝时期向中国进攻，成为藩属国，或古代中国王朝所庇护。这个三佛齐王国很长寿，和唐朝一起建立，活过了宋朝、元朝，直到明朝时期，这个国家才被满者伯夷才消灭。从7世纪到14世纪，这个王国活了整整700多年，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王朝都要长。新加坡的别称狮城，这个名字也是三佛齐国王取的，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一个酷似狮子的老虎，把它当作成狮子。考古学家认为，大约5000年前开始有古人从亚洲大陆迁移到东南亚半岛，再扩散到马来群岛。他们是属于蒙古人种。南岛语系与各个岛上的土著融合后，形成数百个民族，被统称为古马来人。马来群岛上生活着200多个民族，都是古马来人的后代。最先发展起来的古马来人部落是爪哇族，即现代印尼国家的主要民族爪哇族。
公元前1500年前左右，爪哇人向苏门答腊岛、马来半岛、加里曼丹岛等扩张。他们在马来群岛占有很大的优势，慢慢形成了一些古国。7世纪开始，爪哇人在苏门答腊建立了三佛齐王国，势力覆盖整个马来群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订我的话，现在是订阅了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更新的视频了。我会每周更新哦。上一期我们已经谈到了，同样是海外华人，为什么泰国华人的地位和待遇都比马来西亚华人好呢？到底是什么操作出错了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，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，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谈谈印尼的野心呗。荷兰凭借其强大的海军，把将近2万多个大部分马来群岛的岛屿整合在一起，统治着包括爪哇族在内的200多个古马来民族。荷兰人刚到马来群岛的时候，文莱正处于鼎盛时期，拥有整个加里曼丹岛。在荷兰和英国殖民者的先后打击下，文莱很快陷入衰落，国土越变越小。英国人则先夺取马来半岛，然后再从文莱夺取半个加里曼丹岛，也就是成为今天的沙拉越和沙巴。文莱从此就变成一个袖珍小国，最终在1906年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。过后，英国再从中国和印度引入劳工到这里，就有了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的存在在马来西亚的现实。相对于英国殖民地里的马来族混血和多元化，荷兰殖民地的外来移民更少，保留了更多古马来人的习俗语言，血统也更全。但是荷兰人的残酷压榨更胜于英国人，造成了后来的印尼的贫困。总的来看，是欧洲殖民者的统治导致了古马来人的分裂。英国马来殖民地的古马来人自认为是新的马来族，以区分荷兰统治下的其他马来族。事实上，爪哇族与其他马来族有很近的亲缘关系，语言也基本相同，这也是印尼大国雄心的最大的历史依据。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印尼主义，持这种观点的认为马来群岛和马来半岛只有一个单一民族，语言也相同，应该把荷属和英属的殖民地统合起来，建立大印尼帝国。至今，印尼国歌依然以大印度尼西亚为名。到了1920年代，这种思维已经被广泛地传播，在英属殖民地也有一定的市场，出现了类似泛马来族的组织。这两派私底下还讨论独立后建立一个单一的马来国家的理念。在英国和荷兰殖民者的当局的打压下，独立运动虽然发展缓慢，但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。不幸的是，这股力量被日本法西斯所利用，在太平洋战争中站到日本一边去，因为日本答应会将荷属和英属的殖民地合并成为一个国家，以实现大印尼主义梦想。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第3天，1945年8月17日，大印尼主义者和印尼独立运动的领袖苏哈托等人，赶在欧洲人重返马来群岛之前，宣布了印尼的独立。这个仓促的成立印尼，自称包括了整个马来群岛和马来半岛，因此遭到了英国和荷兰两国的反对。英国很快出兵占领原本属于他的英属马来群殖民地，荷兰则对印尼独立运动发起了军事镇压。残酷的印尼独立战争打了4年，很多印尼人浴血奋战，终于在1949年11月取得了独立。苏哈诺出任首任总统。4年的印尼独立战争很惨烈，死亡人数估计在10万以上。而英国人也在此之后准备放弃所有的殖民地，将马来半岛上的殖民地整合为马来亚联合邦，并许诺其未来可以独立建国。新加坡、文莱、北加里曼丹岛暂时没有加入该联邦，但也得到了更大的自治权。此举对稳定马来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因此泛马来主义在此就得不到支持。马来族得到了看得见的好处，就放弃了武装斗争。1957年8月，马来联合邦宣布独立，并准备于新加坡、文莱、北加里曼丹岛成立马来西亚，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强力反对。也就是说，是印尼先独立，然后在旁边等马来西亚这个老婆尽快跟她现任的老公英国人离婚，然后印尼再娶马来西亚。但没想到，这个认定的老婆却想要跟别人组织新的家庭，因此印尼很生气啊！印尼一直谋划把整个马来群岛纳入其版图，但才第一步就失败了。印尼认为马来西亚自己与马来西亚合并有充分的理由，除了两国都分布于马来群岛，还有他们主要的民族都是由古马来人演化而来。
其语言、宗教、文化都非常相似，这是印尼大国雄心的基础，并坚定认为东马、西马、新加坡在脱离英国人统治后，最佳的归属是应该并入印尼回归伟大的马尔巴谢帝国。而成立马来西亚显然是殖民主义的余孽在东南亚的延续，而加里曼丹岛北方除文莱以外，和马来半岛皆不顾印尼的强力反对，依然合并成为了马来西亚。那时候为什么马来西亚不愿意与印尼合并呢？其实有几个以下的考量。第一个就是主导权的归属，因为当时印尼人口已达8500万人，马来殖民地的人口不足其1/10，印尼无疑将在合并后的新政府中取得主导权，马来半岛的地位将会被削弱，政治中心必定定在雅加达，而非吉隆坡或新加坡。第二就是财富考量，马来殖民地的财富富裕程度远高于印尼，毕竟英国人没有像荷兰那样去剥削他的殖民地那么够力，而且对方人口那么多，势必合并后必定会遭到对方的拖累。第三就是石油，大家都知道，马来西亚、文莱、印尼的石油储量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。根据2016年的数据，在全球100多个产油国中，印尼的石油储量排在全球27，马来西亚排在28，排在第39。而根据2017年的数据，则大马反超印尼，成为东南亚排名第2，仅次越南的最大石油储量国。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，不是马来西亚的石油突然暴增，这种是不可再生的能源，只是在这1年内，马来西亚所发现或探明的新油田超越了印尼。可见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富有的国家，为什么要把石油财富让给你印尼呢？而且当时大马人口不足印尼的1/10，却拥有与印尼相等的石油储量，人民生活品质肯定比你印尼好啊。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文莱宁愿做一个国中国都不想加入马来西亚，因为他想独享这一份财富。文莱才43万人口，之前肯定更少，但石油储量却排到了世界的第39名。如果按照人均来分配的话，文莱人民肯定更加富有。这也难怪文莱苏丹可以买那么多跑车豪车。政府给人民分配住房也不用钱，不用交税，看病只要1元的文莱币。如果本地治不好的话，政府还会出钱让你去国外治，还有很多福利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你自己查吧。这里也顺便告诉你一下，在马来西亚政府看病也是只是收1令吉马币而已，这点印尼到现在都做不到，因为其人口实在太多了。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马来西亚当年赶新加坡出去毫不心疼，就是因为这个新加坡连一滴油都生产不出。虽然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，当然还有其他原因，比如人口结构因素。当然，印尼自然不会甘心，怎么可能才第一步就失败了呢？那我后续的菲律宾、东文地等要怎么拿呢？所以就直接出兵了。印尼启动了粉碎马来西亚的计划，最直接的行动就是发动恐怖袭击和军事入侵马来西亚，因为他认为马来西亚是殖民政策的产物，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国家。苏加诺公开号召人民粉碎马来西亚。以印尼当时的海空军实力，兼有40万之众的陆军，无疑是东南亚头等军事大国。而直到1968年，新加坡才装备坦克，马来西亚则连坦克都没有。印尼总统苏加诺宣称，印尼将在1965年1月1日太阳升起之前粉碎这个阴谋。1963年4月12日，印尼游击队和志愿者入侵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特比杜警察局，但却被马来西亚马来军团和尼泊尔雇佣兵击退。9月2日，印尼伞兵和志愿军在罗佛州中部的拉美斯小镇以东的森林降落。同一天，马来人和华人开始发生多次的种族骚乱，政府宣布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，印尼则开始第2轮的空降入侵。大马副首相在9月9日飞回了新加坡，在当地告诉记者，政府揭发了印尼策动在新加坡的制造骚乱和种族冲突的阴谋。1963年9月17日，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的第2天，印尼大使离开了吉隆坡。印尼民族阵线在雅加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18日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也爆发了针对印尼的示威游行。马来西亚宣布与印尼断绝外交关系。与此同时，印尼的武装力量也开始不断袭击马来西亚，并且支持沙拉越的叛乱活动。
1964年，印尼游击队开始入侵西马来西亚的州。同年8月，16名印尼特务在罗佛州被马来西亚军方抓获。印尼军方在边境的活动增强，马来西亚的皇家马来军团和国土防卫后备队进入战争状态。马来西亚海军和警察也被编入了指挥军的管理下。8月16日，一支皇家马来军团与50名印尼游击队成员交火。1964年12月，马来西亚加入了联合国，印尼对此感到愤怒，便退出联合国以表示抗议。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国家自愿退出联合国。不仅如此，苏加诺还提议全球受西方压迫的国家一起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国，以对抗这个由西方主导的联合国，但没有得到多少国家响应。说句实话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核子武器，你在这个星球讲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分量的。1965年中旬，在游击队袭击多次失败后，印尼军方则公开入侵马来西亚。6月28日，印尼入侵靠近斗湖县的森巴蒂岛，但由于靠近警察局而被马来西亚警方发现，并被警察化解攻势。眼见新生的马来联邦摇摇欲坠，英联邦远东战略后备队 Far East Strategy Reserve 简称为 FESR 终于出手了。英国的库尔卡兵也开入拉美市，制止印尼的入侵行动。皇家新西兰兵团第一营和皇家马来亚兵团在罗佛附近扫荡。皇家空军的标枪战斗机也升空巡逻，防止印尼再度空降。猎人战斗机也从新加坡皇家空军基地起飞，在拉美市东区侦察印尼入侵者。英军的环犬防空系统也在新加坡启动。其他的英语国家也纷纷跟进。当时的澳洲民测显示 ，62% 国民认为马来西亚如果遭到印尼攻击，澳洲应该支持马来西亚。1964年12月，华盛顿派遣军事代表团到吉隆坡，给马来西亚提供军事援助。美国的第7舰队也开入了对印尼实施制衡。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·班迪也发表声明，如果印尼继续加强其针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，进而达到可以被界定为侵略的程度，美国将不得不终止对印尼的援助。1965年1月，英国的鹰号航空母舰也开入了新加坡，并且和另外2艘英国的航空母舰、1艘巡洋舰在印尼和马来西亚间的海面上巡逻。英国的火神战略轰炸机也进驻了马来西亚，震慑印尼。印尼本来的意图是想通过军事实力、军事压力来削弱英国捍卫马来西亚的意志，并且在军事上拖垮英国。没想到此就贴到了铁板，导致军心涣散，更出现了国内的政变。1965年，印尼发生了惊人的政治大风暴，先则有一批将领被印共杀害，手握兵权的苏哈多将军立刻挥师反击，掀起了一些腥风血雨的杀戮。传说有50万人在此战斗中丧生，数十万人被捕入狱。苏卡诺总统垮台，印尼从此由军事强人苏哈多统治。苏哈多当权后改弦易张，立刻与马来西亚修好。1966年8月12日，印尼外长与敦拉扎在曼谷签下了和平条约，印尼放弃对沙拉越、沙巴的领土诉求。马印两国从此踏上了友好之路，对抗行动宣告结束。此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国内排华事件，有很多国内华人被无辜杀害。两国持续了3年6个月的对抗正式结束，双方付出了代价。马来西亚有114人被杀，181人受伤；印尼则死亡590人，受伤222人。这都是为大印尼主义系上的血旗。南洋此后的和平和繁荣也得到了保证。不过，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人民生产总值人均乃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/3而已，而仅是新加坡的1/12而已。马来西亚出产了世界1/3的橡胶和锡，而新加坡则是世界上第4大的港口。一个有相同的种族、说相同的语言、面积更小、资源更少的国家，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，而印尼却一无所有。这一事实至今让雅加达难以接受。然而，大印尼主义并未彻底从历史中消失。葡萄牙属地东帝汶于1975年宣布独立时，印尼则突然出兵占领，便宣布东帝汶为印尼东帝汶省。
尽管东帝汶在20世纪末通过全民公投决定东帝汶再次独立，但这一仗显示出大印尼主义依然生命不死。尽管如今南洋政坛已经无人提起，但乃需注意，2015年3月10日，麦塔纳大厦前的多美格绿地一块纪念碑揭幕，铭文写着"献给新加坡的守卫者以及在对抗中牺牲的无辜生命"。事实证明，大印尼主义并不受周边各国欢迎，由古马来人演化而来所细分民族多达200多个以上。印尼本身就是由荷兰殖民者强行整合起来的国家，主体民族爪哇族只占人口不到45%，整合国内各族尚有一定难度。印尼至今乃有多股分离势力，更不要说整合其他国家的民族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，这样不会错过我接下来更新的视频了。我会每周更新哦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订阅哦。